这个月就是 GF 发售的时间了，我相信蛮多玩家都已经看过了前几个月 4chan 泄露的这个 Mega 宝可梦名单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大家还是不相信的，不过到目前已经确认的 Mega 进化，无论从宝可梦的种类还是细节，大致上都是一致的，或者80% 相似的。再加上昨天释出的 SY 的预章家，完全跟泄露情报一模一样。而今天我们就给这些爆料出来的 Mega 宝可梦的颜值打个评分吧。已经出现过的宝可梦，我就不会在这次的评分里打评分了。评分分别会是 S、A、B、C 以及 Amazing 等级。Amazing 就表示那个颜值是我无法形容的，而今天的意思来说，翻译的话也可以是我操的意思。首先，我们就先从关都地区的宝可梦来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童年阿成。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% 是有订阅的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和按赞。那正式进入本期的视频吧。首先，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皮可西。在爆料中，它的属性变为妖精和飞行属性。它的帽子形状像一个毛球贝雷帽，从下到上颜色由粉色渐变为白色，顶端的毛球像准曲的花式，背后长出巨大的翅膀。造型非常的简洁，从顶部的粉色渐变到底部的黄绿色，整体上看起来都还好。就是头上那顶帽子，我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在想，到底是谁把一坨虱设计在宝可梦头上，真的是太 amazing 了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宝石海星，直接给予评价，设计真的是非常的 amazing。我有听过喜欢看腿的，但是应该没人说过喜欢看海星星的腿吧？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奇特。不过我猜应该是配合这个戴罗而推出的，毕竟戴罗是学舞蹈的，所以应该是让宝石海星进化后长脚，为了能跳舞。不过我是不晓得到底谁会喜欢看海星跳舞，但是还是期待它在 GA 的表现吧。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Mega 大竹葵，它的脖子是被4层蓬松的花朵给包裹，整条脖子直接消失，只剩头从最顶层的花朵探出来。花朵的颜色从上而下分别会是红色、粉红色、浅粉色和白色。红色与粉色的花有白色的高光，白色花有红色的高光。触角更长，在顶端形成环圈，身体更厚实，绿色的腿像裤管一样向外扩展，整体上看起来还算是不错的。毕竟这个大竹葵的造型本身就蛮好看的，增加了花朵后，虽然看上去更肥大的感觉，但是总体还是蛮不错的，可以给它一个 C 级的评级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大力鳄，它的颈部基座上长着一个巨大的红色鳄鱼头延伸体，可以直立升起，在猛的合下或者摆动来保护它真正的头部。双臂各有3根红色尖刺，背上的尖刺更大更密集。目前的造型看起来是有点奇怪，太像赤恶龙的感觉了。不过如果它的头骨够帅的话，应该整体上会蛮好看的。不过目前以这种泄露的造型来说，只能给它一个 C 级的位置。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 Mega 盔甲鸟，体态更为修长尖锐，所有银色部分变回明亮的黄金，双眼变成红色，头上的角更长，上左也被延伸，翅膀的内侧不再是红色，而是绿黑色，爪子更为细长，整体上看起来是超帅的。不过我还是更偏向喜欢银色的配色，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新的造型的，所以我会给这个造型一个 S 级的 T 位。接下来下一个是 Mega 雪妖女，身材变得更非常高挑和纤细，头体上的鬼角也变得更长和更尖，并且有一点弯曲的样子。头发常常垂落在身后，和服下有蓝色和紫色的花纹点缀，以及星星图案的点缀，底部伸出一团白云。目前看起来的话，整体上是还蛮不错的。我相信这只角色出后，应该会有很多色 B 图出现。到底推出后会是沙奈朵更好用，还是雪妖女更好用呢？我是说对战哦，大家千万不要想歪。目前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造型是可以给到一个 A 级的级别了。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 Mega 野武王，它的外形是像是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，头部的周围有围绕着火焰，并且更加的庞大。然后它的手持一个完全由火焰构成的长枪，直直竖立着。
我自己本身一直都还是蛮喜欢这个演武王原本的这个造型，虽然目前看起来好像更加的肥大了一些，不过从创意上来说是还蛮不错的，我自己会给到这个造型一个 A tier 的等级。而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 Mega 龙头地鼠 ，Mega 后它的胸口和肩膀有一块银色的护甲，头部和双臂各变成1/3的大型分层钻头，怎么感觉好像它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比例身形有点怪怪的。整体上外形我只能给到一个 B tier的位置，不过我相信它在对战这只看过去就是一种超强的感觉。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Mega 无光王，它的 Mega 造型是从顶部开始，身体分解成红色部分变为灰色，以前的粉色部分与黑色部分保持不变，并且增加了青绿色高光，并且瞳孔也变成了青绿色，身体分节和眼睛后方都有青绿色的线条。从目前看起来，配色我认为是非常好看的，我绝对是可以给到 S 级的配色。再加上本来其实都很好看了，不过我相信应该是因为是重系的宝可梦，所以人气并没有那么高。但是这次升级之后，我是感觉它更好看、更 nice 的感觉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头巾混混。它本身 Mega 后身上会穿着一件白色连帽 T， 把它的激光完全的盖住，袖子垂在手臂上，裤子也是会直接变成白色的，并且膝盖的位置有一些破洞，露出里面的橙色皮肤。整体上看过去而言，真的是非常符合它的名字，就是混混的感觉，直接变成非常街头 hip hop 的感觉。整体上颜色的搭配合的这个角色是我们的这个屁股变白色后，看过去更有坏的正义使者的感觉，还不错，我可以给它一个 A tier 的位置。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的 Mega 水晶灯火灵，它在 Mega 后外形会变得更加的华丽，以及变成2层的吊灯，上层每个卷曲部件的前端都会伸出一只巨大的高耸火焰，4到5只，下层有8个分叉，各顶着小火焰，头顶上的火焰围绕着装饰性的皇冠形状。不过看过去第一感觉就是感觉非常的凌乱，还是比较喜欢进化前的造型，而且颜色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，只能说这个造型太 amazing 了。接下来下一个是 Mega 火岩石进化后鬃毛呈现出岩的字的形状，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没新意的感觉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它真的是太 amazing 了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龟足巨铠，属性直接变成岩石和格斗属性，棕色的部分变成黑色，粗壮的四肢变成更为细长，上下2层岩层长出黑色尖刺，上层的岩块伸出8到10只触手长臂，四肢不再是4只手，而是黑色3指利爪环绕在眼镜周围。只能说进化好像变了很多，但是又好像没变很多，只能说这个造型真的是太 amazing 了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独爪龙，在 Mega 后它的头部长出2根3叉蹄状的触角，3叉中间有紫粉色的球体，并且它本身海藻般的四肢更长更纤细，这应该是反派乌鱼的专属宝可梦。从设计上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的，无论是从它的配色还是它的造型，确实是有点像这个龙的感觉，并且看起来身躯也是蛮庞大的，而且乌鱼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深得我心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帅气的反派登场了，所以这2个造型我都是会给到一个 S tier 的位置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永恒花叶地的这个 Mega 后的造型，花朵变得更巨大，下半身变成一条红色尾巴盘曲上升，成为巨大花朵的花茎。整体上花朵给人更明显的感觉，并且花朵设计好看的话确实是非常加分。不知道这次的剧情会怎么写它和这个 AZ 的这个羁绊呢？毕竟他们已经过了3000年，相信应该会发生很多事情，不知道会不会这一次 GA 的故事是以他们2个为主轴的一场悲剧呢？因为这一只宝可梦是唯一一只还有进化型，但是又有 Mega 的一只宝可梦，很有可能是被强制 Mega 或者等等的剧情，不然的话，算是比较特别的。当然也有可能，毕竟这只宝可梦活了非常的久，所以也有可能它自己本身有额外的 Mega。整体造型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可以给到一个 A tier 的位置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老翁龙。
在 Mega 后，它原本白色的云朵会变成黑色的暴风云，头顶上4个云团竖起，不再下垂，眉毛像括号形状，长出围巾似的角，留着黑色山羊胡。整体上看起来 Mega 后确实是有变年轻一些的感觉，不过最巧妙的搭配还是它的整体颜色从白色变成黑色，让这只宝可梦更有威严的感觉。整体上造型，我觉得是可以给到一个 B 贴的位置。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Mega 恋这兵，这个造型整体上给我的感觉就是合体起来的感觉，稍微是感觉有点怪怪的，算是长得太 amazing 了，但是整体上我确实是欣赏不来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大家应该今天又学到了新的英文字了，那就是 amazing。目前来说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到底最后是不是长这个造型，毕竟这也只是一个 2D 的这个造型，没有 3D 它的动态的感觉，或许动态会更好看，那也说不定。但是整体上这次的造型，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没有 SY 出的那一代那么惊喜和惊艳的感觉。这次的造型我自己感觉蛮多，真的是非常的 amazing。如果也出现是蛮多蛮好看的造型的。今天介绍的话，第1名的话，我自己会给到盔甲鸟。大家呢？大家觉得这次的造型怎么样？大家在这次的 Mega 进化型最喜欢的宝可梦又是谁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祝大家有一个非常 amazing 的周末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和按赞，因为目前观看的观众只有2%是有订阅了，你们的订阅和按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